2029年俄北决战倒计时，大家可能觉得现在俄罗斯把所有的家底全部砸在乌克兰战场上了，前线打得那么惨烈，俄罗斯最起码几十年内没办法再对欧洲构成什么威胁。只是如果你去问北约的高级将领，他们会给你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俄罗斯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对北约发动攻击的军事能力。事实上，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在准备与北约的战争。那么2029年这个时间点，北约是如何得出来的？乌俄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想要恢复战力需要多长时间？北约32个成员国经过一轮又一轮的闭门会议，得出了一个高度一致的结论：在2029年之前，俄罗斯就会准备好对北约本土发动全面攻击。德国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布罗尔，还有陆军总监弗洛伊丁直接挑明，这个时间那是通过量化分析俄罗斯武器重组的速度、爆兵的速度、国内经济向战时体制转型的深度才得出来的。在军工方面，俄罗斯的军工产能可以说是火力全开，一天3班倒的造武器。大家都以为这些新造出来的坦克大炮肯定是一下流水线就直接拉到乌克兰前线去当炮灰了，但情报显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俄罗斯确实在乌克兰消耗极大，但他们耍了个心眼。俄罗斯现在每年的主战坦克产量能达到1000多辆，还有海量的重型装甲车。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重装备全扔进乌俄战场，而是把相当一部分崭新的重型装备直接拉到了后方的战略仓库，悄悄封存了起来。这就很有意思了，前面打得那么热闹，后方居然在搞战略囤积。这种非消耗性的军备准备，说明克里姆林宫是在为未来更高强度的冲突，也就是大国之间的正面硬刚做准备。丹麦国防情报局给出了一个时间表，一旦乌俄战争停火，哪怕只是进入冻结状态，俄罗斯就会瞬间解脱，他们能够迅速释放被牵制在乌克兰的常规军力。在这个前提下，俄罗斯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缓过一口气，对非乌克兰的其他邻国发动局部战争。如果给他们2年时间，他们囤积的装甲洪流就能直接对波罗的海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欧洲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纷纷拉响警报。德国联邦情报局认为，2030年前后，俄罗斯就能完成军力重组，实现常规力量的全面扩张。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看得更远，他们认为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克里姆林宫正在规划未来10年内与北约发生潜在冲突的预案。挪威情报部门稍微乐观一点点，但也认为最快5到10年内，俄罗斯西北边境的军事基础设施就能全部到位。就火力军来说，俄罗斯其实已经在准备与北约的战争。现在的情况其实很魔幻，因为乌俄战争，俄罗斯把最精锐的部队全部锁在了乌俄战场，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俄罗斯自己漫长的北约边界，尤其是刚刚加入北约的芬兰边境，防御力弱到了历史最低点。如果现在北约从芬兰方向打过去，俄罗斯本土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兵力真空，也不敢从乌克兰抽调兵力，一抽调前线可能就崩了。按理说，既然边境空虚，俄罗斯应该夹着尾巴做人，没想到俄罗斯反而搞起了大基建。从2025年冬天到2026年夏天，俄罗斯在西部和西北部边界搞了一场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夸张的军事基础设施扩建。按照俄罗斯的想法，等乌俄战争一结束，直接把从前线撤下来的那些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塞到西北边界去，预计要部署高达11.5万人的精锐集群。为了装下这10万人，俄罗斯正在疯狂盖楼。在芬兰边界这片区域，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几十栋3、4层的标准化营地拔地而起，旁边就是巨大的弹药库与重装备集结地。比如辛维尔加基地，从2025年底才开始动工，几个月时间10几栋营房就建好了，规划了50多个军事和生活设施，完全是冲着长期驻扎去的。再比如彼得罗扎沃茨克驻军基地，直接把冷战时期的废弃营区翻新了，还扩建了训练场，配了无线电雷达团。虽然现在里面没几个人，主力还在哈尔科夫前线吃土，但窝已经打好了。还有距离挪威边境只有10公里的佩琴加基地，建了高规格的温带宿营区，还有重型武器的封存库。这摆明了是要打造一支针对北极圈的机动突击队。位于克拉半岛的坎达拉克沙军阵，也是一栋栋现代化大楼拔地而起，准备迎接新组建的炮兵和工程兵旅。最夸张的是卢加驻军基地，以前只是个摩托化步兵旅，现在直接扩编升格成了一个满员步兵师，就蹲在波罗的海3国的家门口当战略预备队。瑞典军方的老将托马斯局长表示，虽然现在这些基地看起来像工壳，里面都是空荡荡的，但俄罗斯的铁路系统非常发达，只要乌克兰那边一停火，几10万老兵几周之内就能填满这些空壳。到时候整个北约的北翼就要面对一群杀红了眼的老兵集团。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俄罗斯打仗这么烧钱，他们哪来的钱和人搞这么多事？这就涉及到俄罗斯战力重组。
俄罗斯现在的战术已经和2022年以前不一样了，不再搞什么大规模穿插，而是转向了小规模分散化的步兵渗透突击，靠着便宜的无人机和精准的火炮驱魔。在编制上，俄罗斯正在把以前那种战术旅重新捏合成更大规模的满员师和军团，这是典型的为了大国全面战争做准备。至于俄罗斯恢复战力需要多少时间，还说不准。俄罗斯自己的问题很大，为了打仗，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彻底扭曲了，变成了军工绑架模式。2025年，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占了国家总预算的32%，军工生产总值飙到了7.2万亿卢布，比战前翻了1倍多。这其实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钱不够烧了。2026年第一季度，联邦预算赤字直接干到了4.58万亿，3个月就把全年的赤字额度给刷爆了。但比缺钱更要命的是缺人。俄罗斯的军工企业现在雇了350万人，占了全国劳动力的5%，这就导致民营企业根本招不到人，去造坦克的工资高，谁还去造汽车、造冰箱？结果就是民用工业大规模停滞，原材料全被拉去造大炮了，通货膨胀压都压不住。俄罗斯战力恢复的速度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受限于技术工人和原材料。俄罗斯想要撑住，只能依靠外部系统性支撑，也就是非正式同盟网络。俄罗斯现在背后有人撑腰，首先是朝鲜的直接物理支援。签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朝鲜不仅送了几百万发炮弹和战术导弹，还直接派了1万多名士兵过去帮忙。然后是伊朗的技术反哺，伊朗不仅卖给俄罗斯几万架小摩托无人机，还在俄罗斯本土建了生产线。更重要的是，伊朗把电子干扰防护与 AI 引导系统这些技术直接共享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也没白拿，反手就给伊朗提供了格洛纳斯卫星定位、早期预警雷达和防空导弹技术，再加上东方大国在经济和双用途物资上提供支撑，导致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到底需要几年才能恢复满血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离得最近，他们认为只要乌克兰一停火，俄罗斯有备用坦克打底，最快3到5年就能对他们发起局部常规打击。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主流机构比较集中，他们觉得俄罗斯死伤这么惨重，装甲车也废了不少，想要重新拉起一支能发动集团军群规模攻势的部队，起码得5到8年。挪威那边看问题比较宏观，他们觉得俄罗斯人口赤字太严重，高科技也被封锁，想建一支能在电子战和隐身战上和北约正面对抗的信息化军队，没个8到10年根本下不来。无论是3年还是10年，俄罗斯的威胁都是存在的。欧洲高级将领现在的评估是，如今的安全局势比冷战最巅峰的时候还要危险，与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已经开始了。2025年9月，几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直接从白俄罗斯方向飞进了波兰领空，大摇大摆地突破了北约的防空警报网。波兰空军紧急升空拦截，除了天上飞的，水底下的海底光缆3天2头被切断，波罗的海海域的 GPS 信号经常性大面积瘫痪。至于网络勒索和针对军工企业的破坏活动，那更是家常便饭。俄罗斯这是不断试探欧洲防线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尤其是靠近俄罗斯的东翼和北翼国家，把北约传统的防御哲学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在2022年以前，北约在波罗的海3国搞的是什么战术？叫绊脚石威慑。简单来说，就是在边境放一点象征性的多国部队。如果俄罗斯打过来，这几千人肯定守不住，那就让他们撤退，允许波罗的海3国的部分领土暂时沦陷，然后北约的主力在后方集结，最后再发动大反攻，把领土抢回来。这听起来很合理，用空间换时间。但波罗的海3国不干了，他们地盘本来就小，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如果按照北约以前那个先沦陷后解放的剧本，等北约主力打回来的时候，局部发展成什么样都不知道。在经历了马德里峰会、维尔纽斯峰会，还有2025年的海牙峰会之后，北约的军事战略彻底变了，从绊脚石变成了拒止性威慑，翻译过来就是绝不放弃哪怕1寸领土，必须在边境线的第1米就把侵略者按死在地上。只是特朗普上台后，反而与欧洲越走越远。从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开始，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发生了一次战略收缩。这不仅仅是撤走几个人那么简单，首先是有形资产的撤离。五角大楼在2025年到2026年期间，从德国这些战略枢纽撤走了大约5000名现役官兵，驻欧兵力直接少了一大块。更要命的是精确打击能力。美国原本拍着胸脯说，2026年要在欧洲部署长城导弹营，里面配的都是战斧巡航导弹与高超音速武器。结果呢，美国直接宣布取消部署，这下欧洲防线直接破了个大洞。他们手里现在只有风暴阴影和金牛座，射程撑死也就300-500公里，想要打到俄罗斯大后方根本不可能。而美军的战斧射程在1600公里以上，威慑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除此之外，美国还把常驻欧洲的战斗机编队砍了一大半，反潜巡逻机、空中加油机全撤了，甚至把原本部署在欧洲周边的大型水面舰艇，包括一艘航母和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全部调去干别的事了。海空支持断崖式下跌，除了能看得见的武器和军队，美国在专业领域也搞起了退群。2026年，美国裁撤了北约司令部里大约200个核心专家岗位，上一任军官干完回国，直接不派新人来接班了。北约那10几个卓越中心，比如反恐的、能源安全的，美国代表直接退出了常驻席位。美国这一走，波罗的海3国就难受了，想着无论如何把剩下那点人留住。爱沙尼亚求着留住600名美军，拉脱维亚死保一个重型装甲连，立陶宛抱着一个重炮营的大腿不放。这点美军留在前线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战斗作用。波罗的海3国要的不是他们的战斗力，而是要他们当真正意义上的威慑。只要美军留在那儿，俄罗斯的炮弹一过来，就等于对美国动手。只要发生这种事，美国就不会坐视不理，等于把美国绑在欧洲的战车上。当然，看到美国撤离，俄罗斯的重火力又在边境集结，欧洲也没有无动于衷，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防务自救。想要提升战力，首先就是砸钱，疯狂砸钱。2025年6月，在荷兰海牙开的那场北约峰会，绝对是历史性的。北约32个国家签了一份海牙防务投资承诺。以前北约的规矩是每个国家的军费要占 GDP 的2%，结果一堆国家天天赖账，现在直接掀桌子了。承诺要求所有盟国最迟到2035年要把国防预算直接干到 GDP 的5%。不过在前沿的那些国家根本等不到2035年。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宣布2026年直接把军费拉到 5% 到 6%。波兰更狠，不仅自己掏钱，还从欧盟的一个专项基金里弄到了440亿欧元，准备搞130个核心防务项目。拉脱维亚也立下了军令状，2028年前必须达到 5%。有了钱，接下来就是搞物理防御。既然要搞拒止性威慑，要在第1米把敌人拦住，那就只能挖战壕了。欧洲现在正在前线造一个边境要塞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3个国家顺着他们和俄罗斯、白俄罗斯1600公里的边境线，联手造了一条深达50公里的波罗的海防线，全是纯钢筋混凝土的碉堡，计划至少要修4600座重型地下掩体。爱沙尼亚分包了600座，拉脱维亚1000座，立陶宛直接领了3000座的任务指标。旁边的波兰一看，我也不能闲着，砸了25亿美元，搞了个东部盾牌计划。2025年先造60公里的前沿防线，2026年直接怼到200公里长。不过大家也要清楚，修这些碉堡并不是把俄军彻底挡在外面。现代战争你想全挡住是不可能的。这些物理攻势的作用是为了打造巨大的毁灭性火力陷阱，把俄军装甲部队逼进预设的雷区和交叉火力网里，靠攻势去拖延时间，给北约主力集结争取反应机会。欧洲防务自救里最狠的一招，那是退出条约，埋地雷。在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为了展现人道主义光辉，搞了个渥太华防步兵地雷公约，把那些对步兵杀伤极大、容易伤及民众的地雷全禁了。但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谁还管什么人道主义？2025年到2026年，芬兰、波兰加上波罗的海3国集体宣布退出渥太华公约。5国防长红着眼睛对媒体说，现在面临的是绝对的生存危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国境线上拥有随便埋地雷的自由。随后，这几个国家火速通过法律，在国内重启了防步兵地雷的规模化流水线。冷战时期的非对称武器又回到了欧洲大地。除了造工事埋地雷，人不够也是个大问题。瑞典直接扩充了强制征兵制，男女都得服役，计划到2032年，每年征兵规模增加1半。拉脱维亚直接把国家防务课程变成了全国所有中学生的法定必修课，从小就开始做大国战争的心理建设。为了给这些小兄弟打气，德国也下了血本，派了一个满编的重型装甲旅，永久驻扎在立陶宛，带着最新的豹 2A8 坦克与爱国者防空系统，成了北约东翼最硬的一块盾牌。总的来说，我们把这所有的情报和动作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北约敲定的2029年袭击窗口期不是闹着玩的。虽然乌俄战争还在打击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但只要前线枪声一停，在战时工业机器与外部技术的加持下，俄罗斯在2029年甚至更早就能打造出一支越境突击的精锐力量。欧洲这边虽然美国撤走了重火力，但情报支持不会少。欧洲缺少的就是防御工事与火力，于是开始挖战壕、修碉堡、埋地雷。只是武器生产是需要周期的，在2026年到2029年这个过渡期，欧洲本土的军工产能能不能赶上俄罗斯的保兵速度，谁也说不准。接下来的这几年对欧洲来说就是生死时速，防线如果修慢了，或者内部又因为扯皮断了资金，俄罗斯恐怕会直接动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战争结束后，俄罗斯恢复战力需要多久？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